北城独领风骚的商店传奇宋芝芝和父母被绑架撕票后，今日在陵园下葬，其未婚夫傅念慈全程以泪洗面。原定宋芝芝将于下月嫁给傅念慈，结束他们7年恋爱长跑。宋芝芝28岁，毕业于斯坦福商学院文化俱乐部会员，20岁接管宋氏集团，从此开启了宋氏断崖式商业帝国之路。你这种人也别听这种新闻，人和人的命真是不同。宋芝芝这样优秀伟大的女性，竟然出了意外。有的人活着就是浪费空气，却像一只臭老鼠一样，打都打不死。呀，眼神还挺深。我告诉你，秦小满，你别给我装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要不是我把江大少爷让给你，你现在还在乡下喂猪呢。李正英，我宋芝芝居然魂穿在了这个乡下村工秦小满的身上。原主本是秦家的大小姐，母亲去世后被小三继母赶去了乡下远房亲戚的家，整整10年。秦家为了2个亿的融资，答应了和江家的联姻，而其母人打死都不愿意嫁给江其安这个残废，于是让秦小满来替嫁。秦小满，给我好好伺候江大少爷，要是让江家人退了货，有你好受的。这就是我大哥的老婆吗？据说连大学都没有上过，这传出去，不是我们江家的笑话。就算妈你想抱孙子想疯了，也不至于找这么个小东西来滥竽充数吧？他成年了吗？反正我不会认你。我也不认。你怎么不说话？这个土包子怕是没见过我们家这么大这么豪华的房子吧？看傻眼了吧？我虽然是从乡下来的，但是也知道这长辈说话，这晚辈不能插嘴的规矩。爸，你的这幅画是赝品。你个乡巴佬，能不能不要不懂装懂？这幅画可是我爸花了8000万才买到的菱形纸真迹花鸟画，还是一眼假的那种。你怎么看出来的？这幅画是晚清时候的作品，虽然这幅画做了做旧处理，但是画质还是能看出纤维结构的痕迹，不是自然老化的痕迹。什么纤维结构？他在说什么？林行止老先生的落款向来流畅自然，但这里的落款缺乏飘逸感，太过生硬了。什么飘逸？看着不都一样吗？这新闻上说，宋芝芝曾经拍走过这幅花鸟画，像她这样的有钱人，应该不会再把画流入市场做2手买卖吧？爸，你不要听他这个乡巴佬胡说，我闺蜜介绍的古董行怎么可能有假？新闻播报：据悉，宋芝芝未婚夫在处理完宋芝芝丧事后，将对宋芝芝的部分收藏品进行慈善拍卖，其中一幅菱形纸的花鸟画引发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青睐。你，爸，我也不知道他会骗我。从今天开始，把江奇瑞的银行卡全都给我冻结了。爸，奇瑞又不是故意的，他还不是想让你高兴啊。我听说前段时间2弟带领公司
亏损了1个亿。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新闻上说的呀，人尽皆知。江思安，你丢人都丢到乡下去了。从现在开始，你的银行卡也全部冻结。爸，爸妈，你们放心，我会尽快的适应豪门生活，绝对不会给你们丢人的。出去。江启安，江家大少爷，曾经叱咤风云的商界大佬，我曾经的死对头。3年前一场车祸导致双腿残疾，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公共场合。我想要在江家立足，江启安是关键。我是你妻子。我承认了吗？法律上承认了呀。你突然脱衣服做什么？洗澡呀。老公，要一起吗？跑这么快，下次把你电板抠掉。五官精致，皮肤白皙，就除了太瘦、胸小了点以外，其他也没毛病。没想到这乡下来的野丫头，洗干净了还能看。妈，找我什么事儿啊？这是精油。医生说用精油按摩对齐安的双腿恢复有作用。之前他一直不让别人帮他按，现在你是他的妻子，这件事儿以后就交给你了。没问题。小满啊，妈，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有什么事儿你直说就行。那妈也就不瞒你了。当初齐安车祸，医生说他可能伤到了命根子。小满，你别怪妈，那真不是故意要骗你的。你都没有嫌弃我乡下来的，我又怎么会怪你欺骗我呢？这话说的，我怎么有点心虚呢？其实我们也不确定齐安到底有没有伤到，他一直不配合医生治疗。放心吧，交给我，我来确认。小满，你只要好好和齐安过日子，妈一定不会亏待你。谢谢妈。居然把我锁在门外，还好我早准备了钥匙。你做什么？我回房睡觉呀。哪有新婚夫妻一来就分房睡的呀？等。出去。你要分房睡也可以，不过你得答应让我用精油帮你按摩双腿。做梦。是你妈妈交给我这个任务的，我要是完不成的话，我肯定是要被赶出江家的呀。我一个农村来的村姑，弱小无助，只要是遇到坏人，可怎么办呀？弱小无助。今天江思安和江启瑞就是嘲讽了你2句，他们就被冻结了银行卡。秦小满，你能耐还小吗？就知道骗不过这只千年老狐狸。好吧，既然你都看出来了，那我也不装了。今天这个精油，你做也得做，你不做也得做。你威胁我？秦小满，你放手！别害羞啊，
夫妻就是要坦诚相待的。你秦小满，不是，这里面怎么还有条四角裤啊？你想都别想！秦小满，你休想碰我一下！你叫这么大声干嘛？你想让家里人都听到我们新婚宴有多么的惊天动地吗？放心，我只是给你按个摩，给你妈交个差，不会吃你豆腐的。口嫌体正直。你快点。你往哪儿看？江夫人其实就是想知道江启安还能不能传宗接代，但是我有点下不了手啊。江启安，我要是稍微的碰你一下，你应该不会生气吧？秦小满，我也是受你妈之托，忠你妈之事，你要怪就怪她去吧。我按摩完了，我先走了。小满，启安身体怎么样？不行啊！小满，真是委屈你了。这是齐安的信用卡，你拿着。一点都不委屈，不用伺候老公，还有数不清的钱花，这是多少女人的梦想。妈，我不在意这些的，我只要能留在江家，我就心满意足了。过几日你爸生日，家里会来很多客人，回头我让瑞瑞带你去商场购物，多买几件漂亮的衣服，可不能让外人觉得咱们江家亏待了你。哟，是什么风让江大少爷主动给我打电话？帮我查一下秦小满。秦小满？哦，就是那个被秦家调包的乡下大小姐啊。查她做什么？每天喂几头猪啊？叫你查就查，一个乡下长大的野丫头，绝不可能这样吃早餐。进去后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丢我们江家人的脸。江小姐好呀，我们今天到了很多新款，来看看吧。今天不是我们，是他们。哦，这是我大哥的老婆，你们叫她大少奶奶就行。就是那个乡下来的野丫头，这样的女人也能嫁进超级豪门啊！大少奶奶，看看吧，我们的款式都在这里了，喜欢哪一件就告诉我。This is Mrs. Zhang from the countryside. It's a threshold for wealthy families solo now. Any cut or dog can marry into it. It seems that my day of marrying into wealthy family is not far away. 不好意思，江小姐，我们平常习惯用英文交流，刚才都在夸您漂亮呢。I don't like any of the clothes here. Take out the limited edition ones from inside for me. 怎么，你以为乡下来的就不会说英文了？不是的，大少奶奶，我们这是……你们店长呢？大少奶奶，我们知道错了，求您放过我们吧。大少奶奶，有什么事儿吗？ It seems that my day of marrying into wealthy family is not far away. 对不起，大少奶奶，我现在立马开除这2名销售，并且会给您精神损失费，给您造成的不愉快，还请您见谅。大少奶奶，接下来由我亲自为您服务，我们的限量款都在里面，这边请。本来还想看秦小满的笑话，这死丫头怎么比我死的还厉害？
回来了。妈，今天秦小满在商场花了我大哥5000万。秦小满这乡巴佬的眼睛还真毒，看上的全都是高奢顶级货，我都不敢买的那种。看他怎么给妈交代。5000万？妈，我在乡下没怎么花过钱，5000万很多吗？我只是尽量想让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不给咱们江家丢人。秦小满，你打一辈子工都赚不到5000万的一个零头。那你在商场的时候怎么不说呀？我刷卡的时候你也在的。要是很贵的话，我可以退掉的呀。不是你买都买了，我再让你退，那传出去我江家还有颜面吗？那既然江家要这个颜面，那为什么不肯花这个钱呢？哎，你妈，我还给齐安买了西装，等爸生日的时候，齐安就可以穿着新衣服去给爸庆生了。你是说你还给齐安买了衣服？齐安是我老公，我给他买衣服不是应该的吗？小满，你有这份心就够了。今天逛街逛累了吧？走，赶紧回去休息。好。秦小满花我哥的钱给我哥买衣服，这有什么值得表扬的？我不是说过，你房间在隔壁吗？你又不行，怕什么？谁说我不？关灯睡觉。明天你爸生日，家里会有很多人过来的，我要早早的睡个美容觉哦。不要杀了他们，放了他们，放了他们！秦小满，你做噩梦了？我一定会报仇的，一定会的。秦小满，醒醒！好久都没有睡得这么安稳过了。醒了还不快起床？差点忘了，我已经结婚了。你这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你昨天晚上没睡好啊？难道是昨天晚上我抢他被子了？算了，不管，反正江齐安不会有好脸色。哦，对了，你以后不要在被窝里面玩手机，硌得我很难受的。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手机，跟大哥大似的。一觉醒来，秦小满又变回了没心没肺的样子。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他？哪里上次那个项目是多亏了你兄这样啊。秦小满怎么还没下楼？可能是怕丢人，躲起来。好说好说。你去催一下，秦小满现在是江家人，你爸生日这么重要的场合，他不能不出现。冉冉，你那个乡下来的大姐，她人呢？怎么没瞧见呢？我也没看到，我今天就想看看这个乡巴佬长什么样，该不会太丑都不好意思出来见人吧？好在冉冉有这个姐姐在，不然要是真嫁给那个残废人，不得亏死了。我听说那个江大少爷不仅双腿残废，那里也废了。要是真嫁给他，岂不是要倒8辈子血霉了？你是谁？凭什么打我？秦小满，这是秦小满，江家的大少奶奶，不说是个丑八怪吗？我还以为是哪个当红明星，怎么长这么漂亮啊？关键看这气质，也不像是从乡下来的。秦小满，怎么回事？江叔叔，他莫名其妙就打我，
我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你一定要为我主持公道。果然是个乡下人，一点规矩都没有。外貌是可以包装的，但一个人骨子里的修养和学识是改变不了的。江家娶了这么个乡巴佬，真是脸都丢尽了。这是什么场合啊？谁让你为所欲为的？老公，你小点声，你看你都吓到满满了。满满呀，自小从乡下长大，没见过什么世面，他不懂事，让各位见笑了。我没见过世面，还不是因为你小三上位以后将我赶到了乡下，现在还好意思怪我不懂事了？秦小曼，当年把你送到乡下是为了你好，现在把你接回来也是为了你好，你可不要不识好歹。让我嫁给一个双腿残疾的人是为了我好？看来你家小媳妇很嫌弃你啊。秦小曼，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能嫁给江家大少爷是你修来的福分。我也是这么觉得呀。可是有人非得说这齐安她不仅双腿残疾，她那里也不行，还说嫁给他是倒了8辈子血霉。好在不是秦慕染嫁给他。我没说过。我说是你说的了吗？我虽然是在乡下长大，但是也知道这背后嚼人舌根、挑拨离间是不对的。更何况他说我老公不好，还挑拨我和季姐的关系，那这样的人，我打他一巴掌，有错吗？秦小满，你少在这里污蔑我！我可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可不是什么乡下村妇。这种话我怎么可能说得出来？不信你问秦慕染。他是冉冉最好的朋友，也算是我看着长大。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不可能说那种话。秦小满，你说我背后嚼人舌根，证据呢？我没证据啊。没有证据你就在这里血口喷人，那你敢发誓吗？你敢当着所有人的面发誓你没有说过这种话？如果你说了，你出门就被车撞死。你也发誓说你最好的朋友没有说过这话。如果说了，你出门也被车撞死。我凭什么要说这种话？我又不是小孩子啊！你不敢说啊？那这不就是心虚了吗？这是哪家的亲戚？也太没有教养了吧！简直就是丢人现眼啊！秦小姐的好朋友原来是这种人，秦夫人还好意思给她说话，真是物以类聚啊！我不管你是谁，我们江家不欢迎你，你给我出去！你这小媳妇可是不简单的乡下丫头啊，3言2语就自证了清白，还顺便让秦家人丢尽了颜面。所以不是让你查了吗？正在查。大家散了吧。走。你媳妇正在看你啊。我眼没瞎。下面这么多人，你不去陪陪你媳妇？你觉得需要吗？不懂怜香惜玉，活该孤独终老。有事啊？你真的不打算下楼吗？不打算。你是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辈子吗？那是我的事情。不就是瘸了2条腿吗？又不是变成了鬼，至于那么见不得人吗？江前，我希望你今晚能够穿我给你买的新衣服，坦坦荡荡下楼，大大方方见人。妈，我刚刚是冲动了一点，我不该随便打人的。不过我受不了他那么说齐安，所以我就打了他。打得好，要是我在，非得再给他几巴掌不可。
小满，上流社会讲究规矩和教养，但绝对不是忍气吞声。你刚刚那一巴掌，不仅没失了礼数，还打出了我豪门的气势。一个巴掌，还打出荣誉感。你闭嘴！小满没上过大学都比你省心。你要是再敢惹是生非，我就把你送到农村去养猪。小满，妈带你去那边多认识些人。这死丫头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我竟然都没有认出来她，她身上那条裙子我都买不起。没想到江家的人竟然对她这么好。我不管，我就是看不惯她这么出风头的样子。她凭什么这么得意？我也不允许她站在你的头上。我有一点喝醉了，去隔壁房间。我不。离我远点。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凶啊？我不喜欢酒鬼，下去。你今天晚上为什么没有下楼？我为什么要下楼？你知道我一直在等你吗？后悔了？要下楼看看？我只是渴，下去拿杯水喝。你还真是口闲体正直。不行，我把你媳妇儿也抱过来，得了呗。不用，我就在这里坐着，你可以走了。真无情了。我是不是又惹到你了？跟我滚下去！其实失去双腿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为什么要这么颓废呢？起码你还活着呀，你父母都还在你的身边，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有人比你更惨更惨，他甚至连自怨自艾都不敢，可他却还在努力的活着。因为只有活着，才能报仇雪恨。秦小满，你到底经历了什么？江奇安不是有洁癖吗？居然纵容我早不洗妆不卸就睡了他的床。小满，你去江家好多天了，也不想着回秦家一趟。你爸爸呀，专程让厨房做了你爱吃的菜，你带着江奇安一起回来吃晚饭。秦家人让我回去，非奸即盗。不过也好，趁着我还有闲工夫，帮秦小满教训一下秦家人。好啊，我晚上回来。大少奶奶，
大少爷吩咐您醒后就把床单和被罩都换了。所以，还是被江启安嫌弃了。自从大少爷出了意外以后，就再也没有过好脸色。今天却特意叮嘱我不要打扰大少奶奶休息，真好。我今天下午要回秦家一趟，你的行程不用向我汇报。你跟我一起。我不去。江启安，你还是不是男人啊？我这叫回门，你让一个女人自己回门，这传出去我还要不要活了？我还不如跳池塘死了算了。我心没那么差。几点？啊？几点去秦家呀？啊，下午5点就行。知道了。江启安，这是答应了？妈，我没看走眼吧？我大哥居然和秦小满回秦家去了。我大哥3年了，连门都没有出过一次。秦小满这个乡巴佬是有什么特异功能吗？别没大没小的，秦小满是你大嫂，以后给我尊重点。妈，你说秦小满能把江启安一起带回来吗？难说。不过，如果秦小满和江启安没有一起回来，就说明他们之间没感情。既然没感情，那就更好办。秦小满居然真的把江启安带回来了，他凭什么？真没想到，这乡巴佬还有点能力。也好，免得我浪费时间。今日就让秦小满知道我的厉害。爸。还舍得回来呀？爸说笑了，从小到大都是你赶我走，我哪敢自己回来呀？岳父如果不欢迎我们，那我和小满也就不打扰。啊，是这样的，我们父女之间呢有些隔阂，说的都是气话，别当真啊。秦小满嫁给我，就是我们江家人，我不管以前你们怎么对她，以后我不想再听到你对她这么大呼小叫。没想到江启安这么上当。江启安居然这么维护秦小满，凭什么？既然都回来了，那个吴妈，开饭开饭。是老爷。开饭。小满、启安，你们难得回家一趟，多吃点啊。这些呀，都是你爸爸特地让厨房准备的。来，都吃。这根据咱们北城的规矩呀，新婚后第一次回娘家是要在娘家睡上一晚的。房间我都给你们收拾出来了，都是干净的，你们放心睡。既然是老祖宗的规矩，那当然要守了。顺便我找爸也有点事情。秦小满已经被你姨父叫走了，现在江启安一个人在里面，交代你的事情，你都清楚了吗？大爷爷，我都知道。能不能进豪门，就靠你自己了。妈，真是便宜了文夜雪这个死丫头。我之前没见过江启安，没想到他长得还挺帅的。你后悔了？我才不要残疾人！听说那里也是废的，就算没废，我也看不上。那不就得了？反正我是见不得秦小满一丁点儿，他就活该在烂泥堆里。有话就说吧，
爸，其实这么多年我并没有怨过你，我也知道你只是不想这个家散了，才会送我去乡下的。这次回来我能够嫁给江齐安，我真的很感谢你。你也看到了，江齐安他对我很好。哼，还算你啊有点良心。我知道最近秦氏经营上出了一点困难，光是靠江家的2个亿也只能解燃眉之急吧。江氏他现在有很多的投资项目，如果爸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帮你和江氏搭线。小满，你在江氏能说上话？江齐安他会帮我说话的。小满，如果你能帮助我们秦氏，爸爸一定不会亏待你，好不好？这是怎么回事？哎呀，大姨，雪儿，发生什么事了？告诉大姨。我来给江少爷送牛奶，他就握着我的手不放，然后还亲了我，还要扒我的衣服。大姨，我才18岁，我不想活了。江齐安，你仗着你是江家大少爷就可以为所欲为吗？雪儿才刚成年呀，你怎么下得去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江齐安就算再饥不择食，也不至于在我娘家做出这种事情吧？我还只是个小姑娘，我难道不要脸的吗？大姨，你可得帮帮我呀！江齐安，你太过分了你！要是不给雪儿一个交代，我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凭什么他文艳雪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还说他勾引江齐安不成，恼羞成怒，自导自演呢。雪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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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儿！江齐安，雪儿若是有个什么3长2短，我跟你没完！冉冉，快，我们快去医院！雪儿，江齐安，我已经录像了，你最好想清楚怎么解决这件事。快走！雪儿，坚持住啊！你们给我等着！你们，哼！利用够了吗？文艳雪没有碰到你吧？啊，要不然我给你洗洗啊。自己去看。雪儿刚满18岁，还没上大学，凭什么让张吉安这么糟蹋？你们豪门就这么欺负人的吗？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不然我就死在你们这里！闹出人命，我看你们江家怎么收场！我们家虽然没有钱，女儿也是我们心头捧着长大的。今天我看看你们谁敢欺负她，我就跟你们拼命！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齐安车祸后身体一直不好，也不见外人，怎么会对一个小姑娘做这种事情？冉冉都录像了，这可能有错吗？我告诉你们，今天这事儿要是不解决的话，我就把那段视频放到网上去。哼，我就不相信你们豪门都不要脸面的吗？对。我也不想把事情搞大，毕竟我们是亲家，所以我一直压着我妹妹，让她不要冲动。可是小雪她还是黄花大闺女啊，江家必须得给个交代。你想要什么样的交代？要钱吗？我们虽然穷，但我们可不是卖女求荣的。那你想要什么？要齐安和小满离婚，娶了文艳雪？你们秦家人也是这么觉得的？老公，亲家，你看啊，小满跟齐安刚结婚又离婚，传出去有损我们2家的名声。我也问过雪儿了，雪儿那丫头啊，单纯保守，被江齐安这小子糟蹋后啊，
也没有心思跟其他人谈恋爱。我看不如直接就让雪儿跟了江前好了，名分不名分的，对不对啊？对，这样最好。搞了半天，秦家人是想要再送一个女人给江启安。反正豪门里二房这种事情虽然上不得台面，但也不是没有。而征兰玉、秦木兰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让文夜雪慢慢取代我。他们见不得江家人对我好。至于秦东旭，昨天晚上虽然话说的好听，但他终究是个商人，多一个女人去江家给他办事，何乐不为？笑什么呀？啊！这文艳雪被江启安摸了2下，就在这寻死觅活的，她能愿意当小三？难不成小三是什么高尚的职业吗？是吧，小妈？秦小满，我可都是为了你好，难道你想叫齐安跟你离婚吗？凭什么会认为一个要身材没身材，要脸蛋没脸蛋的文艳雪，能够威胁得了我的位置？哦，对了，你当年也是这样上位的，差点忘了，这还有个前车之鉴。秦小满，说到底，还是你管不住你的老公，能怪谁呀？哼！小妈，难不成男人犯贱就都是女人的错了？这大清都已经亡了113年了，怎么改革开放没有通知你吗？够了！今天我叫几家人过来是解决问题的，不是听你胡搅蛮缠的。你这叫解决问题吗？你这叫逼良为娼！我是自愿的，没有人逼我。我已经不干净了，如果不跟着江少爷，我别无他选。没想到这儿还有一个9年义务的漏网之鱼啊！我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就是要对感情忠贞不渝，我不可能用我不干净的身体去接纳另外一个男人。你确定你不干净了？对于我而言，被男人亲了摸了就是不干净。你确定江齐安他摸了你？我发誓，江齐安如果昨天晚上没有猥亵我的话，我出门让车撞死，天打五雷轰。秦小满，你不是一向喜欢让人发毒誓的吗？现在雪儿发毒誓，你还有什么话说？我无话可说。江老爷、江夫人、江齐安、小满都已经同意了，你们应该也没有什么意见吧？江家怎么可能拒绝多一个女人给江启安传宗接代？秦小满和我的，你还那么低？谁说我同意了？你不是已经无话可说了吗？我是没有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所以我一时无语啊。既然他文艳雪连脸都不要了，那我还给他留这个脸干嘛？齐安哥哥，齐安哥哥，大姨让我来给你送牛奶。你看看，齐安哥哥，你不要辜负大姨的一片好意嘛！滚！我让你滚！这个视频是假的，你的一面之词就是真的了。我小妈啊，你怎么看？文艳雪，你贱不贱呀？天底下没有男人了吗？你居然做出这种事情了，我居然都被你给骗了！还不把你这贱货一样的女儿给带走，丢人现眼！你个不要脸的东西，给我走！不是这样的，是大姨说我这个样子就可以嫁入豪门。你胡说什么呀？赶紧给我滚！文叔文姨，出门可得当心点，别被车撞死了啊！看我不打死你个小贱人！打死你，小贱人！
我都没想到啊，这小小年纪心机居然这么重，让大家见笑了。哼，小门小户就是上不了台面。还好你们秦家还算懂规矩，知道把嫡出嫁进我们江家，否则一大清早把我们叫来，你们秦家这点事情都解决不了吗？对不起，是我不好，没有事先把事情了解清楚，就让大家贸然跑了一趟，对不起。爸，你就轻飘飘的一句对不起啊？你还要怎样啊？说到底，这件事情不都是小妈惹出来的吗？我有什么关系啊？都是他为燕雪不要脸。要不是你非得把事情闹得这么大，至于闹出这么多的笑话吗？你明明有视频可以作证，为什么不早早拿出来？你给我机会了吗？你巴不得坐实江启安猥亵文叶雪的罪名。我没有。小妈，你究竟有多见不得我好啊？小的时候非得要把我撵到乡下去受苦，现在还非要赶我出江家。我没有，你少污蔑我你！爸，你怎么可以打妈呀？怎么不能打？小门小户丢人现眼！老闭上，再多说一句，我连你一起打！张兰玉和秦慕然应该怎么都想不到会挨打吧？我现在可是秦家的摇钱树，秦东旭不得给我一个交代啊！亲家，让你看笑话了。中午在这儿吃个便饭。饭就不必了，管好你家的人，不要让我们江家人跟你丢脸。小满，回家。你生气了？我不该生气吗？这不是没有碰到你一根汗毛吗？这次不让你出卖色相了。你又想怎样？我想进江氏集团。不瞒你说，我在乡下的时候经常看财经新闻的，对商业上的事情那简直是了如指掌啊。好吧，我承认，我想报仇。报仇？秦家人从小就虐待我，我还不能报仇了？你也看到了，他们是怎么样对我的。我昨天晚上和那个秦东旭谈了，我跟他说我可以帮他和江氏集团搭线，他相信了。大不了我们秦氏集团一人一半。公司上的事，我爸说了算。骗子！秦小满，你就是不想帮我。唉，也是，我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这爹不疼娘不爱的，就连老公也嫌弃我。哎呦，我还不如跳车死了算了。不过就算死了，应该也没有人会伤心的吧？大少奶奶，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好，我跟我爸说一声。那我去市场部，我要去姜思安那里。还有啊，无不从小支援做起。别得寸进尺。我好歹是姜家大少奶奶，你忍心看着我去给别人端茶送水吗？市场部副总监。谢谢老公，你真好。小李，去商场。我总得要去商场买几件好看的衣服上班吧。好的，大少奶奶。江启安，你笑一下能少块肉吗？我说了要来陪你逛街吗？这不是顺便给你买衣服吗？你可真大方，拿我的钱给我买衣服。上次刷了我5000万，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小气！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我以后还你。你拿什么还？肉偿你又不行。大少爷，我什么也没听见。把适合职场的，按照我的尺码都拿给我试一下。好的，大少奶奶。你先在这等我一下，一会儿帮我选一下衣服。死的真是离奇。怎么样？噔噔，好看吗？不好看。哪里不好看了？把我的身材、我的大长腿衬托的妖娆又美丽。你是去上班，还是走秀啊？闹吧。还行。好。你暗恋宋芝芝啊？别不好意思，宋芝芝她长得漂亮，身材又巨好，还是超级富婆。哎呀，别说男人了，连我都忍不住要爱上她。这本杂志是你硬塞给我的。不解风情。哎，江大少爷，好久不见。江大少爷，好久不见。我傅言辞，不记得了。不熟。还不走？钱小满。傅言辞、周若薇，在我没有足够实力之前，我给你们逍遥子。这个江奇安在不得了一些什么呀？一个残废而已，还以为自己是曾经的商业大佬吗？还娶了个乡巴佬媳妇儿，简直是上流社会的笑话。你现在的成就，简直可以甩他100条街。所以他自卑。喂，江强，你舍得出门了？谁这么大面子能请得动你这顿大厨？有事说事。帮你查了秦小满。秦小满在10岁被人赶去乡下后，就一直在乡下喂猪，从来没有出去过。所以你现在看到的秦小满就是秦小满，不是其他别的谁。只不过，唯一的一点就是，别卖关子。秦小满在嫁给你之前被一头猪给踢过，自那之后，村里人就说秦小满好像变了一个人。哎，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秦小满被踢聪明了？你说我要不要把那头猪给你买回来，让你研究研究？江谦，黑白通吃的李家大少爷，你和他很熟吗？嗯。那你能把他介绍给我吗？放心，我不会给你戴绿帽子的。江谦，你为什么不去治疗你的双腿啊？我听妈说，你自从车祸以后，你就没有做过康检，你在自暴自弃什么？不要你管。我才不想管呢，我只是看不惯那傅言辞狗眼看人低的样子。你还认识傅言辞？我不是说嘛，我在乡下的时候经常看财经新闻啊。江谦，我知道
你现在对我还有很多的疑惑，我也没法跟你解释。不过有一点，你要相信，我不会害你，也不会害江家。你还没这能耐？嘘，自大狂。是，江大少爷，谁有你老奸巨猾呀？当年也不是没在你手上吃过亏。妈，秦小满居然去公司上班，还一个乡下来的什么都不懂，脸皮怎么这么厚？啊，这不是你大哥让去的吗？你爸都反对无效。我听说我大哥这是去医院做腿部康健治疗。啊，我也听说了。要命要命要命！我大哥真的喜欢上秦小满那个乡巴佬了，老牛都开始回春了。一听就知道乱说。我说江启瑞，你都多久没去学校了啊？妈，就知道玩，一天你就知道玩。大四不用去学校了，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妈？我，真是久违的感觉。进来。秦总，我是您的秘书，我叫米莱。你把市场部最近所有的项目整理一份给我。江总说，您只需要在公司喝咖啡追剧就行。江思安的办公室在哪里啊？您隔壁。秦总，江总现在正在会议室给部门经理开会。咱们这个季度的业务目标呢，是要比上个季度市场部的会议，江总怎么没有通知我啊？你又听不懂。对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市场部新来的副总监，我大哥的老婆，乡下来的。来认识一下，秦总好，秦总好。认识完了，大嫂可以不用打扰我们开会了吗？今天的会议主题是什么？市场项目投标，你懂吗？你别碰我文件。直接讲第3个 TC 海外电商合作项目。秦小满，你能不能不要在这里给我不懂装懂，浪费大家时间？这个项目我们只是陪标，陪标懂吗？就是帮别人做人情。为什么要陪标啊？这个项目的发展前景最好。宋氏集团已经和这个项目公司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TC 只是和宋芝芝达成了合作意向，不是宋氏集团。现在宋芝芝已经死了，所有人都有机会。你怎么知道只是和宋芝芝达成意向？新闻上说的。新闻是你家的，这什么内部信息都告诉你了。直接讲 TC 海外电商合作项目。我是市场部总监，我是你领导，我说了算。你前段时间亏损了1个亿。秦小满，你说几百次了？哎呀，是你哥让我来负责这个项目的。行，讲 TC 海外电商合作项目，我看你能耍出什么花样来。这个就是我们 TC 海外电商合作项目的方案，这里就是我们项目的具体落实方法。我的汇报已经完成。讲几点要求，大家记一下。装的还挺像。第一，方案报价提升20%。第二，技术层面还得完善，具体要落实到每一个时间节点。第三 ，PPT 的第3页有错别字，第5页的标题没有居中。我希望这种低级错误下次不要再犯。明天上午10点，按照我的要求再过一次方案。散会。说散会了。这怎么了？江总，我有事情找你，你的办公室还是我的办公室？
我刚刚看了市场部的几个投资项目，除了 TC 集团的海外电商项目、高尔夫度假村开发项目，你可以去做。不是我为什么听你的？因为你损失了1个亿。秦小满，你还急？肺都气炸了。这个项目可以让秦家的人来一起做。秦小满，你这么快就暴露了野心是吧？把最好的东西留给秦家。切，你笑什么？唉，难怪公司会亏损。秦小满，我先去忙了。秦小满连大学都没有上过，居然知道 PPT 的标题没有居中，操，老子都没有发现，到底谁才是乡巴佬？不知不觉已经都11点了。好了，该下班了。还有些事情没有做完呢。宋芝芝，你这么辛苦，我真的会心疼的。这样，我帮你做。可是，周洛薇，这事交给你了。他胃不好，让他吃完饭。放心吧，傅言辞。芝芝，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人比傅言辞更爱你了。傅言辞，周洛薇，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惨痛的代价。喂，在哪儿？在公司啊。下楼。你是专程来接我的吗？路过。哎，你是不是喜欢我呀？哎呀，也是，毕竟我这么漂亮，性格又好，哎，除了胸小了点以外，简直完美啊！你喜欢我，你又不吃亏，我还没有嫌弃你不行呢。我怕我再不说话就少儿不宜了。李木南，你怎么在车上啊？听某人说你想认识我。是的，来加个微信，我们微信上说。你看他做什么？怕某人不高兴嘛？他不会不高兴的喽。你是不知道，这某人小气的令人发指，我怕他报复我。你不是黑白两道通吃吗？你还怕他？这抵不过某人的老奸巨猾呀。那倒也是。还不快下车？这么快就到了？哎，不对啊，这也不是我家。那就不打扰你跟嫂子约会了，告辞。你就不好奇我找李木南什么事吗？没兴趣。江启安，你口是心非的样子也太可爱了吧！江启安，你说我还能相信爱情吗？秦小满，你耽误了我整整1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投资项目上，要是没有中标，你看我怎么跟我哥告状。副总，坐。他们为什么要讨好这个人？一个靠女人上位的小白脸，至于这么去巴结他吗？没有宋芝芝，他是个屁。可惜我好像死得太早了，留下这么大的家业，真是便宜他了。那个傅言辞，宋芝芝是你偶像啊？你什么表情？宋芝芝和你这种乡巴佬那是天壤之别的差距。算你有眼光。我有没有眼光还用你说？
我听说江家让江启安那个乡下来的妻子进了江氏集团，还是市场副总监。之前还以为是谣言，没想到是真的。这江家实在是后继无人了。江思安就是个废的，他根本挑不起江家大梁来。现在呢，找了个更废的，来干什么？丢人现眼啊！TC 集团海外电商项目的招标会正式开始，按照之前各个投标单位的抽签顺序进行面谈。第一个是沈氏集团，有请。听说特鲁斯早就和沈氏集团谈妥了，咱们呢就是过来陪标的。现在沈氏风头正盛，能够给沈氏陪标是我们的荣幸。那倒是。你看到没，秦小马，你简直是在浪费本少爷的宝贵时间，陪你做了无用功。本次 TC 集团海外电商项目的中标单位是，这还用说吗？肯定是沈氏集团。副总，恭喜了！以后有合作项目别忘了我。承让，承让啊！恭喜啊！中标单位是江氏集团。江氏集团是不是念错了？是江氏集团还是沈氏集团？确认无误，是江氏集团。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你让一个乡巴佬中标了，你这么做到底丢的是你们 TC 集团的脸，还是我们在座所有人的脸啊？输给傅延慈我认了，但我凭什么输给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啊？ TC 集团不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以后你在北城所有的投资项目，我们绝对不会再参与。TC 集团公平公正，我们选择的往往是最优的投标项目。那你的意思是，一个乡巴佬就能做出这么优秀的方案了？把5家投标公司的方案投影一下。是。首先，所有报价中，江氏集团的报价最高，比沈氏集团高出0.1%。就高出了0.1%，这也太离谱了。其次，所有的投标单位中，江氏集团的投标方案最详细，详细到我们接下来合作的每一天。这让我们不仅看到了江氏集团的诚意，更让我们对这个项目的开发有了更大的信心。最后，我很欣赏秦总，虽然我们第一次打交道。 但我从秦总的言语当中，能感受到你蓬勃的个人魅力。我相信我们这次合作会非常成功。真的假的？居然真的中标了！秦小满这女人有毒吗？报价上居然比沈氏集团高了0.1%。走了，先走了。好。 不就是侥幸中标了而已。 他告个什么劲儿啊？还不是江启安在背后操作，否则他这个乡巴佬哪有这种能耐啊？秦小满，你还真的挺有骨气的。现在全北城都想巴结傅延慈，你居然正眼都不给他看一个，看他那吃了屎的表情，真有意思。你不是说他是小白脸吗？那我为什么要巴结他呢？难得你这么听话，傅延慈。 这还只是开始而已。干嘛呢？有事说事。真冷。我今天去 TC 集团谈事情的时候，遇到你的小媳妇儿，她拿下了 TC 集团的海外电商项目。 直接就把傅延慈踩在了脚下，好不风光。然后呢？你知道你小媳妇儿加我微信后让我干嘛吗？她让我帮她调查傅延慈。你答应了？这不是你授的权吗？否则不会同意我加她微信吧？我觉得你的小媳妇儿不简单，小心别被她卖了，还再给她数钱。今天就到这儿吧。啊。 以江少爷现在的康健情况，不出2个月就能独立站起来了。
没想到你们真把 TC 集团的项目拿下了。公司好久没有拿下这么大、有极富前景的项目了。小满，是爸爸小看你了呀。都是二弟的功劳，我只是打辅助而已。对了，齐安，你最近去医院康健的怎么样？康健？你在做腿部的康健治疗？你到底是不是我大哥的老婆？我大哥都康健1个月了，你都不知道啊？这么多菜都堵不住你的嘴吗？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我看秦小满才是吧。没太大起色。那医生怎么说？听天命吧。没事没事，只要努力，肯定有希望的啊。妈说的对，我相信你。还不睡？要不然，我帮你精油按摩，帮助你腿部康健。不需要。哎呀，别不好意思。不需要，睡觉。秦总，沈氏集团傅延慈的请柬。下周3，傅延慈有一场慈善拍卖晚宴，特意邀请您参加。我知道了。秦小满，我想和你聊一下高尔夫度假村开发项目的合作。你说，这个项目的投资高达20个亿，你确定要让秦氏集团参与进来？秦氏集团这几年一直在走下坡路，他们拿得出这么多钱吗？拿不出来。那你还让秦氏集团参与进来？拿不出来，他们可以做银行贷款抵押呀。那万一赔本了怎么办？现在的大环境本来就不景气，赔本了，秦氏就可以宣布破产了。还有事儿吗？傅延慈给你发了请柬。没给你发呀？你在得意什么？傅延慈还不是看在我哥的份上，我也要去。反正我大哥也不会陪你参加这种宴会，我陪你去，你就偷着乐吧。我先问一下江启安，你问了也是白问，我大哥绝对不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那可不一定。你。我都说了，我哥不会来这样的场合的，你还不信？打脸了吧？江启安，宋氏集团的慈善晚宴，你陪我一起去好不好？不去。为什么呀？不想去。江启安，你就不能出去见见人吗？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才是时候？你也不用太难过，毕竟我哥对谁都一样，并不是针对你。不一样，你哥他对我不一样。不是，你怎么还在这里钻牛角尖呢？你哥他只是怕给我丢人，所以才故意躲起来不见人的。你哥他只是怕给我丢人，所以才故意躲起来不见人的。在担心秦小满什么？他怎么可能内耗？他比别人耗子还长。这不是江家那个乡下来的野丫头吗？她怎么也在这儿？我听说这个野丫头上次帮助江氏集团打败了沈氏集团，拿下了 TC 集团的合作呢。那哪里是他的功劳？肯定是江大少爷在背后指点呀。傅延慈，傅延慈，我求求你放了我父母吧，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都说你是传奇，你现在像一条哈巴狗一样跪在我面前，宋芝芝，你可真恶心！只要你放了我父母，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放了你爸妈？我就是要让你亲眼看到他们死在你面前，我要让你亲自感受感受我当年的痛苦。不要！动手！不要！恋爱7年，知道为什么连一根手指头都不碰你吗？因为我嫌你脏。傅言辞，你一定会遭报应的，我一定会杀了你。杀了我？下辈子吧。嗯。感谢大驾光临。江太太，这女人的眼神，怎么有点熟悉的感觉？秦小满，人家傅先生都伸手了，你还愣着干什么？真是乡下来的，半点规矩都不。我看新闻上说，傅先生为宋小姐守身如玉，从不让其他女人靠近。我是怕媒体捕风捉影，让傅先生背上一个宋小姐尸骨未寒，他便另觅新欢的骂名。言辞他一直不愿意接受芝芝离世的事实，我鼓励他把芝芝部分收藏进行拍卖，用于慈善事业，也算是芝芝生命的一种延续。我相信芝芝在天之灵也绝不愿看见言辞一蹶不振。我曾经自以为最好的闺蜜，我掏心掏肺，可她背地里却和我的未婚夫搞在了一起，里应外合，抢光了我所有的家产。傅言辞可真是个绝种的好男人。据说啊，他为了追查杀害宋芝芝的凶手，向警方悬赏了1个亿呢。我要是宋芝芝，有这么好的男人爱我，我死而无憾了。好了，江总、江太太，你们随意，走。走吧，走吧。马上开始。怎么了？怎么了？啊！秦小满，你为什么要故意弄到我的礼服？为什么？周小姐，不好意思啊，我从乡下来的，毛手毛脚习惯了。我是想要吃那边的糕点，才会不小心碰掉了你的裙子。你是故意的，你就是故意想让我难看。周小姐，你凭什么说我是故意的呀？我和你有仇吗？我看到了，秦小满，你就是故意的，你就是嫉妒周小姐，才故意让周小姐难堪的。我是她亲妹妹，我不可能污蔑她的。这乡下就是没有教养。还以为嫁给江大少之后，江家能够对她有所管教，看来放她出来就是丢人现眼。秦梦然，你说我是故意的，你有什么证据吗？这还需要什么证据？我亲眼看到的。哼，有本事你就发誓说你没有故意踩周小姐，要不然你就出门被车给撞死。这我没做过的事情，我为什么被逼着发毒誓啊？你心虚了，秦小满，你没想到有一天我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秦慕染，麻烦你搞搞清楚，这民事诉讼法第64条，谁主张谁举证。你说我嫉妒周小姐，可是这是我和她第一次打交道啊，请问我嫉妒她什么？你说你亲眼看到了，你还逼着我发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前段时间你和你的闺蜜在我公公的生日宴上，因为污蔑我老公颜面尽失。你
该不会是因为这样，所以今天你才想伺机报复的吧？哎，江叔叔生日我在场，秦慕染那天确实是挺丢人的。我真的不是故意要踩掉周小姐的裙子的，虽然我现在道歉说再多都挽回不了你的颜面，尽管我真的非常想要拍下宋小姐的一幅收藏画，不过看来这里也不欢迎我了。思安，我们还是走吧。等一下，既然你说你不是故意的，那我也没有理由责备你，对吧？我也相信微微不是那种小气的人。微微，我带你去后面换身礼服。各位，失陪一下。好了，你跟一个乡巴佬置什么气？拉低自己档次，知不知道？他又没你漂亮。他害我如此难看，我恨不得撕烂他的脸。你忘了咱们这次的目的是什么了？嗯？这个秦小满，我怎么可能让他把我和 TC 集团的合作抢走呢？我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秦小满，这都是你自找的。好了，我先出去，剩下的交给你。放心吧。过来，我在厨房等你。周小姐，你找我？周小姐，冉冉，刚刚真是谢谢您了。我也是实事求是，秦小满那个乡巴佬太能说了，我也没帮上什么忙。你有这份心，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周洛薇的朋友了。周洛薇居然把我当朋友了，她可是宋芝芝生前最好的闺蜜，我那帮朋友不得羡慕死我。真的吗？那是当然。刚刚的事情也让你难堪了。没事，为朋友插刀，义不容辞。我就知道你跟秦小满是不同的。冉冉，你有什么直说就行，我们已经是朋友了。我实在是看不惯秦小满那嚣张的样子，不仅对我，还有对你。明明你才是秦家的大小姐，她凭什么这么风光啊？秦小满不过是个乡下长大的野丫头，她要不是嫁给了江齐安那个残废，她哪能这么耀武扬威的？那你想报复她？我做梦都想。但是那个秦小满不知道在乡下学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伎俩，把那个江齐安哄得团团转，嘴巴也不饶人。我有办法，来，我跟你说。我知道我魅力很大，但是你也不能喜欢我，我是你哥的老婆。秦小满，你拿我当什么人？我是那种挖墙脚的人吗？那止不住你风流成性了。我再风流，我也知道兄弟妻不能欺的道理。我哥不得打死我！你说什么？没什么。话说秦小满，你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我什么时候不厉害了？这么一想，秦小满从走进江家开始就没有说过。但你不乡下来的吗？你也没有上过大学。我没上过大学，但是我看新闻。看新闻就能这么厉害了？大家好，欢迎大家莅临宋芝芝的慈善晚宴。我代表主办方傅延慈先生对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接下来来到我们的宴会最重要的环节——慈善拍卖。今天的第一个拍品，林行止先生的真迹花鸟画，起拍价3000万。你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把这幅画给拍下来。为什么？你爸喜欢。3100万3300万，4000万，4000万一次
4000万2次，4000万3次，成交。恭喜江总成功拍下这幅画。豪门家的少爷出手就是阔绰呀！哎，你说我爸要是知道我花4000万就买到了他想要的真迹，而他花8000万买了一个假的，他会不会气死啊？你爸不会被气死，但是你妹会被打死。那我妹不得恨死我？秦小满，你也太阴险了！一边讨好我爸，一边又花着我的钱，一边又让我得罪我妹，还不算太笨哦。你江二少，什么事儿？这么凶人家干什么？人家只是想要来感谢你。不是献殷勤。讨厌，这么说人家。是我爸让我专程来感谢你，说你带他投资搞项目。我去趟洗手间。他妈的！查的怎么样？进展不大，这个人做事很严谨。身世也查不到吗？应该快了。哦，对了，你今天晚上再帮我一个忙。什么忙？你不会看上江思安了吧？放心吧，看上你我都不会看上他。怎么了？感觉有点热得慌。那我们回去吧。姐，你开下窗呗，我找你有事儿。怎么不开窗呀？该不会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吧？你要是再不开窗，我可就砸窗户了啊！天哪，姐，你也太不要脸了吧！你居然和江思安搞在一起了！这都什么年代了？难道你想奸挑两夫吗？拍下来。秦慕染给江思安下了药，没猜错的话，秦慕染、傅延慈、周洛薇，他们3个已经同流合污了。他们想要设计我和江思安上床，好曝光我的丑闻。这样一来 ，TC 集团就会终止和江氏的合作，我也会被赶出江家。秦慕染的目的也达到了，这是一举两得。你确定你是乡下来的？你不是查过我吗？一会儿我们离开的时候，肯定会受到阻拦。你找一个干净的女人，给江思安解决一下生理需求，顺便打一打他们3个人的脸。找个女人不难，但我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来打他们的脸。什么办法？你老公来了，在门口。他不是说不来吗？我跟他说，你被傅延慈欺负了，他就坐不住了。然后又听说你自己解决了，就赶紧过来了。你果然比江思安靠谱。那你也不能爱上我。放100个心吧，我现在爱惨了江启安。秦小满，再把我们秦家人的脸面都丢尽是吗？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居然还听得下去？你赶紧给我下来！再碰一下我妻子，试试。江启安？怎么会是江启安呢？不是江思安吗？我明明看到你和江思安一起上的车。没看到我和江思安乱搞，你很失望吧？秦慕染，我从小就被你和你妈妈撵到乡下，让你一个人独享秦大小姐的位置，你还要怎样？
我现在嫁给你不要的江奇安，还是爱你的眼了是吗？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秦木然也太过分了吧？怎么能对秦小姐这样呢？小三生的，没有什么好过的。秦家的脸啊，都快被他给丢光了。傅先生，你不觉得你的晚宴很 low 吗？我们没有邀请秦木然，是他自己混进来的。可是他来都来了，我们为了地主之谊，也不好当众把他赶走啊。我的意思是，这么大的一个晚宴，居然还会堵车啊，这不是很可笑吗？这要是换做以前的宋芝芝，肯定不会发生这种低级错误。还不问保安什么情况？不是说不来吗？闲来无事，出门透透气。笑什么？只是觉得你嘴巴挺硬，嘴唇倒是挺软。秦小满，江奇安，要不我真的喜欢你好不好？我以为我再也不会喜欢人了。但是感觉你不一样，我想和你试一试。秦小满，开门！秦小满，我是我哥，秦小满。你不是你哥吗？江奇安呢？去医院康健了。不过话说回来，秦小满，昨天晚上什么情况？为什么我一觉醒来会在酒店？你被秦木染下药了。秦木染？秦木染那女人看上我了？我可看不上她。哦，对了，昨天晚上你和我大哥在车内激情的事情上热搜了。我妈知道你俩的事后，笑得合不拢嘴。秦小满，你能耐不小啊，竟然把我哥这座千年雪山都被你给融化了。可是他昨天晚上拒绝了我的表白。为什么？可能因为他自卑吧。你真能给自己找借口。妈，秦小满碗里都快装不下了，吃点。你就不能给我夹点菜吗？你自己没手没脚吗？小满这段时间工作这么辛苦，就应该好好补补。我看你是想把秦小满养胖点，好给大哥生个儿子。江启瑞，你是不是皮痒了？小满，妈没这意思，妈只希望你和齐安感情好就行了。我知道的，妈。对了，齐安快过生日了吧？我不过生日。小满，今天是周末，下午没什么事的话，陪妈去逛逛街吧。好，不过我晚一点要去秦家一趟。回秦家干嘛？小满，你别怪妈多嘴，秦家人都不怀好意。我只是有事需要去一趟。齐安，那你陪小满回去一趟，免得小满被人欺负了。他会被欺负啊？齐安他腿不方便，就不麻烦他了。还是二弟陪我去一趟秦家吧。你们两个来逛街叫我做什么？我又不逛街。让你来拿东西的，废话那么多。齐安过几天也要过生日了吧？我也给他挑一个生日礼物。唉，齐安自从腿伤后就不让我给他操办生日了，这不29岁了吗？都说男办9，女办10，这次过生日也算是30而立了，应该好好大办一场的。他不愿意的话就随他吧。不过我觉得可以办一个小型的生日聚会，就请亲朋好友给他庆生就行了，这样他也不会尴尬。就是不知道齐安会不会翻脸。哎呀，不会的，他就算翻脸的话，我来负责。小满，真是难为你了。赶紧买吧，站累了。催什么催呀？你看，哎呀，
小满，谁让你来我家的？我们家不欢迎你。现在是你家，一会儿指不定就不是了。你什么意思啊？我找爸。他不在。你确定不在？要是耽误了江家和秦家20亿项目的合作，你负责？在书房。你在这等我。快点儿！你看我做什么？就你这长相，这身材，本少爷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怎么突然就回来了？也没提前打个招呼。爸，你看今天的新闻了吗？你跟江清安感情好是好事，不用特意回来告知我。我不是想要来炫耀什么，我只想来告诉你，我在江家辛苦的为我们秦家谋划，而秦牧然却屡次想要破坏我的计划。我希望爸，你能给他一点教训。昨天晚上，秦牧然疯狂地敲我车窗，说我和江思安在车上乱搞，他想要让我名声尽毁。而他之所以笃定是我和江思安，是因为他在江思安的酒里下了药。他见不得我好，想要把我赶出江家。江思安，他今天也跟我一起回了秦家。如果爸你不给他一个交代的话，你想要和江家合作，那就比较困难了。爸，秦牧染留在身边就是个定时炸弹。我连你大哥都看不上，还能看得上你？老公，你干什么呀？你有话好好说呀！你打女儿干什么呀？刚才也是江思安一直在贬低女儿，女儿才说了这番话的。他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他自己最清楚。爸，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就因为江家人有钱，我就活该被江家人欺负吗？秦牧然，你现在越来越无法无天了，都是你惯的。老公，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老公，秦小曼到底对你说了什么？你要这样苛责冉冉？难道冉冉不是你亲生的吗？够了！你现在马上给我收拾东西，我送你出国，自己好好反省反省。爸，我做错了什么？我不要出国，我连英文都不会，我出国怎么生活呀？我不要出国！老公，老公，消消气，消消气，千万别一时冲动，消消气，消消气。爸，我也觉得没必要送出国吧。老公，你看小满都这么说了，不过就是他们小孩子之间一点小摩擦而已，他们都是亲姐妹，血浓于水的，这过了就算了，是吧，小满？出国就算了吧，不如就送到乡下吧。有什么问题吗？以前我不听话，小妈不也是这样对我的吗？现在秦牧染不听话，不也应该这样吗？爸，该不会你不想一碗水端平吧？不行，冉冉怎么能去乡下这种地方呢？她从小到大就没吃过一点苦啊，老公。小妈的意思是，10岁之前我受过苦了。老公，你别亲亲小满的，不要把女儿送去乡下呀，老公。爸，我不要去乡下，我不要去。老公，爸不愿意就算了。二弟，我们回去吧。吴伯，老爷，送大小姐去乡下，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回来。好的，老爷。我不要去乡下，妈，救我！我不要去乡下，妈，我不要去乡下，我不要去。老公，不要，老公，别把我们女儿送去乡下。闭嘴！再多说一句废话，我把你也送到乡下去。现在可以了吧？我二弟说了算。妈的，又被秦小婉利用了。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只爱钱的女人？秦小满，你又想怎么利用我？你帮我找一个合适的，帮我勾引秦东旭。你到底想干什么？
只要张兰玉再加1天，那秦慕染就有回秦家的可能。秦小满，你睚眦必报的性格比我哥还要恐怖。勾引秦东旭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不是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哎呀，突然好想告诉你妈，你昨天晚上睡在哪里了。秦小满，你敢？合作愉快。秦总，沈氏集团总裁傅延慈找您。傅延慈？嗯，让他进来吧。好。我倒是要看看傅延慈耍什么花招。傅总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啊？听说你们江氏集团出资20个亿，投资一个高尔夫度假酒店呀？这个项目是江思安在负责。可江思安听你的呀。所以呢？所以，宋氏也想投资这个项目。以傅总的能力，应该不难看出，这个项目的发展前景并没有那么好呀。哎，既然你们江氏愿意投资，那宋氏自然没有顾虑的。那既然傅总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是再拒绝，就显得我有一点不识抬举了。我跟江思安说一声，我让他主动联系你。那就有劳邢总了。我们今天晚上要不要一起吃个晚饭？就当庆祝第1次合作。看来傅延慈不是冲着合作来的，是冲着我来的。美难尽，还真是屡试不爽。好啊。那我们加个微信，晚一点位置发给你。晚上见。谢谢。被传言误导的，一直以为秦小姐呢是乡下来的，什么都不懂，没想到不但知书达理、聪明睿智，而且还貌美如花，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傅总，这是在欣赏我吗？还不明显吗？我还真是受宠若惊了。我还真是受宠若惊了。谢谢。为美女切牛排是我的荣幸。芝芝，以后我只为你一人切牛排。你笑什么？秦小满这个乡下来的野丫头，还从来没有被人追过，只要对她好点，她就能死心塌地。芝芝，嫁给我，让我为你谈一辈子钱，好吗？不知道能否邀请美丽的小姐共舞一曲？我不会跳舞。没事，我教你。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没关系。不好意思啊。
没事。那个，要不然我们还是吃晚饭吧。好。小满，傅先生，你这样的话会让我产生误会的。是吗？难道傅先生对宋芝芝的感情是假的喽？哎呀，人嘛，终究是要往前走的，对吗，小满？你说，要是媒体知道傅先生这么快就忘了宋芝芝，你猜他们会怎么写呢？已经上传到网盘了。你想怎么样？别来骚扰我，你不配。你。拍到了吗？我还是第一次被人邀请拍自己的出轨照。想办法发给周洛薇。然后呢？盯好周洛薇还有傅言辞，他们肯定会上床的。再让我拍他们上床的证据。事成之后感谢你。感谢倒不必了，你还是想想今晚怎么给江奇安解释吧。首先，我是江奇安的朋友；其次，我在帮你做事。你生气了？我洗了很久，身上都洗红了，要不然你检查一下。傅言辞他就碰到我的手臂，还有我的背，我都洗红了，你看是不是洗红了？背上也是。你和傅言辞有仇？不共戴天。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需要我坦白吗？不需要。江奇安，我想抱抱你。江奇安，我真的很想报仇。很想，很想。我知道，我不会阻碍你。谢谢。秦小满现在这么硬气，一会儿我大哥回来，肯定会掀桌子，到时候看他怎么收场。妈，你就不能有句好话？半点忙不帮，还在这里说风凉话。那大哥本来就不喜欢这些东西，是吧，二哥？二哥，你该不会也看上秦小满了吧？秦小满这个乡巴佬，到底何德何能，能够吸引我2个哥哥？就因为长得好看？男人果然都是靠下半身思考的动物。你在乱说什么？你是没有被妈打够吗？我只是觉得秦小满好像真能讨好我哥，我哥的原则在他面前都是屁。真不知道秦小满有什么了不起的，难不成是床上征服了我大哥？秦瑞，我本来就不聪明了，你还打我？你是不是想让我大学都毕不了业？本来写论文就已经够烦的了。活该。小满，
你说齐安回来会不会不高兴啊？怎么会呢？有这么多人爱他，他没有理由不高兴的。啊，小李说江前马上就到了，江思安，快去准备。思路。生日快乐！你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不想过生日，把这些都撤了吧。哎，你说不过就不过了吗？你是不是忘了，今天不只是你的生日，也是妈妈的苦难日。江前，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呢？你知不知道今天一大早，我们所有人就为你准备了生日惊喜，就连爸爸妈妈他们都多大年纪了，还亲自为你准备。这好不容易一个周末，就连二弟他这么爱玩一个人都留在家里给你过生日了。还有小妹，小妹她甚至连毕业论文她都不写，就为了给你庆祝生日。而你呢，一句轻飘飘的“我不过生日”，就要磨灭我们所有人对你的关爱吗？我不是被强迫的吗？我分明是不想写论文才出来看热闹的。江前，你真的要让我们所有人都失望吗？ Happy birthday！ 你要让你的朋友失望而归吗？你不说话的话，我就当你答应喽。既然他同意跟我们一起过生日了，那我先陪他上楼换一件衣服，我们再下来。好。我哥就这么妥协了？哇，秦小满这个女人真的有毒啊！这是爸生日的时候给你买的，需要我帮你换上吗？不需要，你先出去吧。好了吗？别催。好了吗？说了别催。你不会穿不上吧？不是。你笑什么？我帮你。不需要。江前，你真的好帅。这是我送你的领带，我给你系上。我自己来。你知道送领带的意义是什么吗？我想把你套住。大哥，你赶紧下来，李木南给你送了个大玩意儿。知道了。我不会打扰到你们什么好事了吧？那你们继续，我走了。那我们也穿好就下去看看李木南在搞什么吧。好。当当当当！兄弟，专程给你从乡下拉回来的生日礼物。你是有多无聊啊？你不觉得这头猪很眼熟吗？我怎么会跟一头猪熟呢？赶快拖走！
费了好大劲儿弄回来让你研究的。走。齐安，这是妈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是妈专门去给你求的平安符。希望你以后的日子里都能够平平安安。谢谢妈。齐安，这是爸爸送你的生日礼物，一串沉香木的佛珠。从今往后，希望你再无烦恼障。生日快乐！谢谢爸。大哥，我也不知道你缺什么，只是这么多年，看你一直用一个手机，就给你买了一个3折叠手机。3折叠，怎么折都有面儿。大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永远是我的门面。送礼就送礼，装什么深沉？大哥，我给你准备了一条豹纹蕾丝情侣睡衣裙。江奇瑞，你能不能正经点？你大哥能穿这个裙子吗？这不是给秦小满穿的吗？我大哥这么喜欢这个香吧，这么喜欢他，我就想着让他们在床上更快乐。我有什么错？妈，你不是想抱孙子吗？谢谢，我很喜欢。谁稀罕你喜欢？我是送给我大哥的。我会让你大哥也很喜欢的。笑什么？你个单身狗！说的跟你不是单身狗似的。在场除了我爸妈，谁不是单身狗啊？你不是单身狗，你不是单身狗。单身狗，我不是，你就是单身狗。我不是。没想到你的家人那么能喝，我都快喝醉了。醉了，就早点回去休息吧。江奇安，你不觉得有人陪你过生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今天的生日是你主导的吧？对，是我坚持要为你办生日派对，不过礼物是他们自己要送给你的。他们其实一直很想跟你过生日，但是却怕你不高兴。本来想跟你放一场烟花的，但是城市它禁烟火，只能拿仙女棒给你代替了。给我。江奇安，祝你生日快乐！秦小满，你到底都经历过什么？明明在笑，却满眼的悲伤，满身的孤独。江奇安，我有一点想亲你。你知道松领带除了能够捆住你，还有什么其他作用吗？ No one makes me happier than you, and anybody else just wouldn't
you.哎，芝芝，今天是你的生日，爸妈给你准备了生日蛋糕。妈，我一天很累了，实在不想走这些过程。蛋糕你们吃吧，明天一早我还要去国外出差呢。这对不起啊，江启安，明知道你不行，还故意引诱你。谁告诉你我不行？我给你按摩的时候碰到过啊。那时候我们熟吗？秦小满，我今天就允许你亲自演出。也许是命运的挥挥手，总有遗憾停留，有你分享快乐足够。吃干抹净就想跑，昨晚到底谁吃谁啊？再睡会儿。要上班了，狂奔。江启安，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啊？今天傅延慈要来公司，我得去应付。傅延慈，你吃醋啦？我是喜欢过傅延慈，放心，只是曾经，我现在只喜欢你。江启安，我没有你看起来那么轻浮，我很难轻易的喜欢上一个人。我甚至都不知道你以后不喜欢我了，我还会不会再相信爱情？不会有那么一天。我先去上班了。哇，江启安，你能站起来了？只能站，还不能走。不过，快了。对了，昨天我把傅延慈和周洛维上床的视频发给江启安了。不是你发给江启安做什么？毕竟少儿不宜。江启安没跟你说？没有啊。那他应该是不想让你看到辣眼睛的东西。李木南说你收到了傅延慈和周洛薇上床的视频。收到，需要给你曝光吗？暂时不用。不应该先发给我看一看的吗？秦总，副总找您。让他进来吧。好。副总，这是度假村的合作案，你看一下。哎呀，我对这个项目兴趣不大的，而且秦总不是也说过吗？这个项目发展前景并不好。那副总今天来什么目的？我有一个项目，不知道秦总感不感兴趣？所以傅延慈费尽心思来接近我，是因为他有求于我。宋芝芝去世后，他虽然接管了宋氏集团，但董事会的人可不能那么轻易就承认了。而他接手后，第一个 TC 集团项目就搞砸了，现在迫切的想要做出成绩。说来听听。新能源汽车的研发，未来市场很大。这不是有市场就能做的，这需要技术研发。
技术层面的问题啊，你不用担心，我已经找了专业团队来合作了。现在啊，唯一的难题呢，是资金问题。副总，这宋氏还能缺资金？难道是董事会不愿意给你拨款？秦总啊，是这样，我刚在宋氏立足不久，董事会呢对我有一个考验期的，限制了我的资金投入。你放心，只要这个项目研发成功了，稳赚不赔的。而且我跟你保证，只要让我在宋氏立住脚，宋氏、江氏肯定可以建立一个长期合作关系，真的。我考虑一下。秦总，你仔细想想，我们现在的身份地位是一样的，你无依无靠来到江家，拿什么在江家立足啊？拿你江家大少奶奶身份吗？但是现在不一样，只要你跟我合作，我相信，只要有我在你身后，江家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敢瞧不起你。秦总，与我合作，有利无弊啊！我答应你。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傅言辞摆不平的女人。秦小满上次的清高，不过是他欲擒故纵而已，否则他早就曝光了我和他聊天内容。倒是秦小满这个女人，还真成功的引起了我注意。你找我什么事儿啊？之前我让你安排女人勾引秦东旭的事情，进展的怎么样？秦东旭上钩了，现在女人在外面养着呢。曝光出来。好。秦氏集团做贷款抵押了吗？做了。现在秦氏集团就要靠高尔夫度假村的开发项目翻身。宋氏集团的新能源汽车投资项目需要我们投资50亿。这么多？我要收购宋氏集团。秦小满，你之前说你要对付秦氏集团 ，OK， 秦氏的规模并不大，我可以陪你玩。但是宋氏集团，我哥当年都没有撼动他的商业地位，你凭什么？当年宋氏是因为有宋芝芝在，现在宋芝芝没有了，宋氏集团就是一团散沙。可是，放心，没有人比我更懂宋氏集团。听思安说，你要收购宋氏集团。你觉得可行吗？没有了宋芝芝，收购难度应该不大。那你是支持喽？你在顾虑什么？只是觉得可惜。你在为宋芝芝惋惜？宋芝芝当年凭借一己之力，将宋氏集团从一个濒临破产的公司发展成北城数1数2的企业，很难得，也很不容易。你果然暗恋宋芝芝。不过没关系，我不吃醋，单纯欣赏，口是心非。秦小满，你非要我承认我喜欢另外一个女人，你就高兴了？反正现在你陪在我身边，不是吗？话说，你当年为什么不跟宋芝芝表白？秦小满，我知道，是因为她当时心有所属，是不是？跟你说不明白。杨千安，属于你的都会回到你身边。秦小满，是吗？不行，你放开我！我找秦小满有事情。的办公室不能乱吵，放开！小妈，你这是又在发什么疯？你知不知道你爸爸在外面养了野女人？知道啊，我刚刚看新闻了。小妈，你该不会是生气了吧？
你当年不也是被我爸这样养着的吗？小满，我知道以前你对我有格，但是现在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小满，难道你就不担心你爸在外面养的野女人生下个孩子，分了秦家的家产吗？这秦家的家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难道小妈会好心分我一份儿？满满，你是秦家的人呀，当然有资格分秦家的家产了。那也不稀罕，现在有江家给我的就足够了。那江家给你的，毕竟不是你自己的呀，他们说收就收回去了。小妈，如果你今天来是想要让我帮你劝我爸回到你身边，那就大可不必了。我可没有好心到帮一个逼死我妈的罪魁祸首。我和你妈妈之间是有误会，小满，我知道你劝你爸爸也没用，我只希望你让你爸爸放冉冉回来。冉冉从小在你爸爸身边长大，有感情，他能劝动你爸爸。那更不可能了。我这好不容易将秦慕染送到了乡下，我怎么可能让他轻易的回来？他这一辈子都只能待在乡下。秦小满，我现在在好好和你说话。你以为我还是10岁之前的我吗？还是那个任你打骂、任你摆布的小女孩？郑兰玉，我长大了，我现在只需要动动我的一根手指，就能够让你一无所有。这一巴掌是为我死去的母亲，这一巴掌是为秦小满。秦小满，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了！你这个贱人！扔出去！不准这个女人再踏进宋氏集团一步！秦小满，我诅咒你！我诅咒你不得好死！秦小满，我诅咒你！下面被送到乡下的人就是你，我会让你生不如死。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传出我们2家合作的消息之后，沈家、江家的公司股市可是蹭蹭的往上涨。怎么样，没让你失望吧？现在相信江家也会对你另眼相看喽。副总，你也让我另眼相看。晚宴见。老江，真是恭喜啊，有这么能干的一个儿媳妇。听说江氏和集团的合作都是他一手促成的。老实说，你儿媳妇从乡下来的这个传闻是不是假的呀？这怎么看她也不像乡下人的气质啊！现在外界媒体都在说秦小满的做事风格有当年宋芝芝的风范。老江，这背后不会是江大少在背后指点秦小满的吧？齐安很久都没有管理过公司的事情了，是秦小满自己有能力干的。老江，真是好福气啊！没想到江大少不管事了，居然来了一个这么能干的儿媳妇。是，我看你啊，这辈子就是享福的命。我就是个空气呗。恭喜江氏和沈氏顺利达成合作。这是你疯了啊！什么呀？周小姐，我是哪里得罪你了吗？还是说上一次我不小心碰掉了你的裙子，你还怀恨在心？秦小满，你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我不清楚。好，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把东西给我放出来！
这是天哪！这他妈这么天哪！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会毁了我们的合作的，你知不知道？在我心里，我的闺蜜宋芝芝更重要，我不会让她受任何的委屈。秦小满想要和我抢男人，还不够格。周乐辉，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会毁了合作的，你考没考虑过后果啊？我做什么你又能奈我怎么样？傅言辞，我知道你所有的秘密。秦小满，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女人，我不管你有多么的水性杨花，你勾引任何男人都可以，但是傅言辞不行。傅言辞这辈子都是宋芝芝的人，我不允许宋芝芝受到任何的委屈。不是吧？秦小满居然和傅言辞有染，这也太炸裂了！我就说江氏和沈氏向来井水不犯河水，怎么突然就一起合作了呢？宋芝芝死了还没有1年吧？秦小满，怎么回事？还能怎么回事？你儿媳妇不知廉耻，红杏出墙。今天我就要替宋芝芝好好教训一下你这个不要脸的贱女人！齐安，你怎么来了？你的双腿康复了？这是江齐安了吗？他不是残废了吗？怎么现在和个正常人一样？江大少还是和之前一样帅啊！不给我一个解释，今天谁都别想走。江大少，是这样，一切都是误会。我和您太太，我们是正常的合作伙伴关系，是朋友，我们是清白的，真的。不是误会，你老婆就是想要勾引傅言辞，不只是上面照片的这几张，我私底下还撞见过好几次。要不是为了我闺蜜，我也不能在这种场合做这种出格的事情啊！芝芝死了还没有1年，秦小满，你就这么迫不及待？你有没有最基本的道德三观啊？周洛薇，你一口咬定是我勾引的傅言辞，那怎么不说是傅言辞先来勾搭我的呢？你承认了，秦小满，你承认你想要勾引傅言辞？我太了解傅言辞了，我太了解他和宋芝芝之间的感情了，他根本就不可能主动勾引你。他傅言辞这辈子只爱宋芝芝一个人。那这些照片怎么回事？那是因为傅言辞他不想辜负宋芝芝，他想要宋氏集团继续发扬光大，所以才不得已应付你的。既然如此，那你担心什么呢？难道说是你喜欢傅言辞，所以你才受不了他和其他女的有交集？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上我闺蜜的男人？你少在这血口喷人！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不想让宋芝芝在天之灵不得安宁，还有，我也不希望傅言辞因为宋芝芝这样的委屈自己。你说我勾引傅言辞，他有什么值得我勾引的？傅言辞他长得帅，性格好，有能力，还多金，有几个女人能够拒绝他这样男人的魅力啊？我的意思是，我有这么优秀的老公，我为什么要去勾引一个次等品？周洛薇，只有次等品才会觉得次等品有魅力啊！周洛薇有毛病吧？宋芝芝怎么会和他成为朋友？简直莫名其妙。秦小满放着江齐安不要，竟然去勾引傅言辞，这怎么也说不过去。周洛薇丢死人了，我要是他，早就钻地缝了。宋芝芝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做的一切都是为她抱不平。这几张照片上面清清楚楚，秦小满和傅言辞就是牵扯不清。再说了，他江齐安之前双腿残疾，最近才治好。秦小满之前看不上江齐安，跑去勾引傅言辞，这没有任何毛病。够了！你别跟我在这无理取闹了。我跟你说过，我和秦小姐之间就是正常的合作伙伴关系。还有，你拍的那些照片，就是正常的聚餐而已。我跟你说过的。我告诉你，我看在你是宋芝芝闺蜜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
我希望你适可而止。可是，各位，实在是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是周小姐和芝芝姐妹情深，所以才会疑神疑鬼。但我和秦小姐之间确实是清清白白的，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周小姐，原谅她。江先生，秦小姐，我替她向你们道歉了。理解吧，周洛薇和宋芝芝感情太好了，她也是不想让自己的闺蜜受委屈啊。真羡慕宋芝芝和周洛薇之间的感情啊！我要是有这么好的朋友就好了。我可以理解周洛薇为了宋芝芝做出这样不理智的行为，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周洛薇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宋芝芝最好的朋友，可是却在宋芝芝尸骨未寒之时，爬上了宋芝芝未婚夫的床。真的是，还有这种事？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不是真的！关了！别看什么看！我刚才还说周洛薇和宋芝芝是最好的朋友，我现在真想抽我自己的脸。傅安慈不是说他只爱宋芝芝吗？他居然和宋芝芝的闺蜜滚到了一起，真是太恶心，太没底线了！我要是宋芝芝，做鬼都不会放过他们的。傅言慈被当面揭穿虚伪的面具，好收吗？但远远不够。看来我们之间的合作有待商榷了呀。不是这样的。那天晚上我喝醉了，我真喝醉了，我以为芝芝是她，真的。你不用跟我解释，你和谁睡在一起都跟我没有关系，我只看结果。现在的结果就是你面临着巨大的丑闻，背叛自己未婚妻，和未婚妻的好朋友睡了，简直是太炸裂了呀！可这是我私事，不影响咱们合作呀。那可不是，一旦你的丑闻曝光，那宋氏也会蒙羞，宋氏的股份会下跌，江氏也会受到牵连。你放心，我肯定能解决。合同上明确规定，双方公司有一方爆出不利于合作的行为，另外一方有权利无条件终止合作。今天的庆功宴让大家见笑了，我们江氏集团会慎重考虑和宋氏集团的合作。晚宴继续，希望不会因此影响大家的心情。那你就放心了。怎么这种事掺和了？你们两个还有脸待在这里啊？来都来了，陪我跳一支舞吧。哇，好般配呀！江大少太帅了，秦小满也好漂亮。就是说，两个人的眼神都在拉丝。周罗威怎么敢说秦小满想要勾引傅言慈的？做贼喊捉贼，真是恶心透了。秦小满，原来你会跳舞，干什么？还嫌不够丢人啊？啊！看着我做什么？我没有想到你居然这么高。你的腿什么时候好的？来之前。所以就迫不及待的要来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啦。你不用装我知道你很喜欢我的。江倩，你再喜欢我，也不能当着大家的面做这种少儿不宜的事情。我喜欢你，宋芝芝。秦总，你笑什么？天上的江奇安，一个晚上都没让人睡个好觉。今天江奇安总经理来上班了，几年没见，还是那么意气风发，玉树临风。秦总，你别误会，我没有其他意思，我就是单纯自豪能够在江氏集团上班。下去吧。好。凭什么累得像条狗？他
他还能招蜂引蝶。秦总，副总来了，你让他进来吧。好。来谈项目合作解约的事情啊。秦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这个项目前期的研发准备工作我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你现在跟我终止合作，对我的损失真的很大。我跟你保证，只要你跟我继续合作，项目顺利进行，稳赚不赔，真的。既然这个项目前景这么好，那宋氏为什么不给你拨款？昨天晚上的事情你不是不知道，宋氏现在不可能给我拨款了。这样，只要咱们继续合作，我可以改合同，46分，我拿40，你拿60%，好不好？哎呀，秦总，在商言商，我的实力你看在眼里，有目共睹的呀。没记错的话，之前宋氏集团靠的可都是宋芝芝。要不是我在背后为他推波助澜，他宋氏集团哪有今天呀？那董事为什么不信任你啊？其实你想要继续这个项目也不是不可能。秦总，只要你答应我继续合作，我保证以后你有困难，你把你宋氏集团1半的股份卖给我。啊？你握有宋氏集团40%的股份，我要20%。我死的时候才知道，傅言慈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和周洛威里应外语，让我签股份继承协议，拿走了我40%的股份。这不可能。那我也无能为力了。秦小满，你不感觉你这个要求很过分吗？其他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股份不行。我可是拿出了50亿来投资，你现在有什么值这50亿？我按照现在市场价格买你20%的股份，约50亿，刚好够填你的窟窿。但现在宋氏集团股份跌得很厉害。我是个商人，我肯定是买低不买高啊。你自己想想看吧。好，我答应你。但先说好，你投了50亿，只占股20%，利益咱们对半分，你只拿分成20%。想得很清楚了。这，江奇安，人家好累，你不要闹。你干什么？抱你回家。那你放我下来，我自己能走。别乱动，一会儿摔倒了。江奇安，现在这个点儿，外面还有员工没下班呢。害羞啊？你不害羞啊？我们是合法的。那也不能。不行，今晚死都不行。我今天一天都没有精神。江总好帅啊！我从来没见江总在公司这么笑过。江奇安，还没吃晚饭呢，好饿啊！我也饿。那先去吃饭。正在吃。你怎么在这儿？那我应该在车底啊。嫂子不是要傅言慈的身世背景吗？我刚刚查到了，就琢磨着专程来给嫂子个惊喜。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啊。需要我帮你吗？不用，我要亲自去。高尔夫度假村项目无限期的停止。你真要逼死你爸？这是他应得的。我听说你继母也被送去了乡下，和秦木染在乡下过得凄惨无比。前段时间他们想逃出来，还差点被打死。
你继母和秦慕染现在乡下乖得不得了。那也是他们应得的。你去哪里啊？宋氏集团。你去宋氏集团做什么？我现在拥有宋氏集团20%的股份，你说我去做什么？哦，搞事情啊？那我陪你一起去。去宋氏啊？你怎么知道？傅延慈在宋氏集团1年总裁试用期结束，今天董事会对他进行评估，我猜你肯定有兴趣。我陪你一起去。哥，那我呢？上班期间你不在公司待着，想去哪儿？就是，走。我可以了，我就没用了呗。江太太突然到访，有何贵干啊？傅延慈难道没有告诉你们，他转让了20%的股份给我？现在我也是董事会的一员。宋氏总裁述职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当然要参加了。傅延慈，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也没跟我们说一下呀？你为什么突然卖掉宋氏股份？我之前跟大家说了，让你们支持我投资这个新能源项目，结果呢，董事会全票否决我。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呀？我只能把自己股份卖出去，填补这个资金漏洞。即便如此，你也应该跟董事会说一声。傅总，他也有自己的面子。不过现在大家知道就行了，不耽误时间了。傅总，请继续吧。各位，就像我刚才说的，石油是有限的，所以以后新能源开发绝对是有大好前景在内的。我相信大家能够支持我，我也有把握来连任这个 CEO 一职，相信我。同意傅延慈先生继续担任宋氏集团 CEO 的，请举手。秦小满，我承认你是股东，但是你也要给我守规矩。我想要为自己也争取一下。争取什么？争取宋氏集团总裁 CEO 一职。秦小满，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对宋氏集团非常的感兴趣，也有信心能够带领宋氏登上更高的台阶。秦小满，你能不能别捣乱了？你了解宋氏吗？你什么都不懂，你想胜任 CEO？ 谁说我不懂了？这个是我的竞选材料，麻烦帮我投一下，谢谢。既然江太太这么有信心，我们倒想看看她有什么能力敢站在这儿。我的材料分为3个部分，这第一个是我的个人简介，第二是我对宋氏集团的了解，第三是我对宋氏集团未来的规划。我既然来到了宋氏集团，那就是想要为宋氏做出一些成绩，绝对不会让各位董事失望。等一下，秦小满，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你现在还在江氏任职的吧？如果我当上了宋氏集团总裁，那我肯定就会辞掉江氏副总监一职啊。说得好听，从他江齐安到了江氏之后，宋氏跟江氏可是一直都井水不犯河水啊！真的？你辞去职务来宋氏，你就是心怀不轨。如果我对宋氏心怀不轨，我根本就不需要来到宋氏。我既然能轻而易举的就得到20%的股份，这难道不足以说明我的实力吗？傅延慈说的也对，我们对秦小满并不熟，他突然进入宋氏，的确很冒险。不管怎么说，我们对傅延慈还是知根知底，更信任一些。你们确定你们对傅延慈知根知底？傅延慈毕竟是宋芝芝的未婚夫，当年没有宋芝芝的话，沈氏也不会有今天。我们不能忘恩负义啊！难道你们忘了他对宋芝芝的背叛？哎，我可是跟大家解释过了，那天晚上是个意外，我真喝醉，而且周洛威我已经开除了，我跟大家保证过，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再发生，真的。我的意思是，你们真的了解傅延慈的身份背景吗？傅延慈原名高林轩，
是曾经宋氏集团市场部总经理高耀的儿子。高耀因赌博挪用公司公款，导致宋氏差一点破产。东窗事发之后，高耀无力偿还巨额债务，从宋氏顶楼一跃而下。高耀的妻子承受不住压力，浑浑噩噩中出车祸，当场死亡，留下年仅10岁的高林轩。高林轩后来被送往孤儿院，后来又被人收养，改名傅延慈。傅延慈居然是高耀的儿子。当年老宋就发现高耀挪用公款一事，还放过他一次，是他不知悔改，活该跳楼自杀。我有理由怀疑，你进入宋氏，甚至接近宋芝芝，是另有所图。你胡说！我根本不是什么高林轩，你血口喷人！我这里有孤儿院的收养证明。这是假的！这种事情你怎么会知道的？材料哪来的？你怎么知道的？我知道的远远不止这些，我甚至知道宋芝芝的离奇死亡。如果秦小满真的知道宋芝芝是怎么死的，他早就拿出证据将我送进警局了。而我做事情滴水不漏。各位听我说，是，我承认我是高耀的儿子，但这又能怎么样呢？影响我来任职 CEO 吗？影响我和宋芝芝相恋相爱吗？我甚至都知道我父亲的所作所为，我想弥补集团，我想弥补大家。我希望大家能够慎重的考虑一下，这1年来我的所作所为，大家有目共睹的呀。我甚至为了集团，我股份我都卖出去了。他卖掉公司股份根本就不是为了宋氏，而是怕董事会更换继承人。秦小满，我不认为董事会会继续聘用一个身份背景敏感、没有能力，甚至满嘴谎言的人继续担任公司 CEO。是，我也不相信一个毫不了解、心怀不轨的人能来上任这个 CEO。我可以跟董事会签一个对赌协议，如果我秦小满在1年之内没有办法让宋氏在原有的基础上盈利20%，我秦小满将自动辞职，并且无偿归还我名下20%的公司股份。哼！如若秦小满成为宋氏集团 CEO， 江氏集团将 TC 集团海外电商项目拱手相让，另外再投资50亿，用于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各位董事们，觉得怎么样？同意秦小满担任宋氏集团 CEO 的，请举手。江前，你就不担心吗？担心什么？担心我对江氏集团图谋不轨啊！你也知道，当年的我早就想把江氏集团狠狠踩在脚下。你要是喜欢，我把手上江氏集团的股份都送给你。早知道我就使用美人计了，省得当年我被气得半死。谁让你那个时候满眼都是傅延慈？吃醋啦？君子不夺人所好。江前，当年是我有眼无珠，你明白就好。你这还怪不客气的。周洛薇，你找我做什么？刚刚上车时给周洛薇发了信息，果然鱼儿就这么上钩了。关于傅延慈的事情，能当面谈吗？我把见面地址发给你。好啊。小李，一会儿送我去这个地方。好的，大少奶奶。一会儿你就不用陪我一起了，你先回去吧。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去，傅延慈被你逼到这种地步，我怕他狗急跳墙。傅延慈还不敢动我，毕竟我是你的人，他惹不起。不过这周洛薇就不一样了。
秦小满，你来找我干什么？我取代了傅延慈，成为了宋氏集团的总裁。哼，你专程来炫耀的？不是，我是想要让你重新回到宋氏，当我的秘书，辅助我。我知道你的能力，否则宋芝芝也不会用你。秦总，这是宋氏最近的项目报告。放下吧，谢谢。你怎么在这儿？我不是已经辞退你了吗？是我让他回来当我秘书的。他在公司那么多年，比我更清楚。周秘书，你先下去吧，我跟副总有事情要谈。好。秦小满，你什么人都用啊，你就不怕他算计你？我自有分寸，就不劳烦副总费心了。你找我什么事情？你凭什么不让我去参与新能源项目的开发呀？因为有比你更适合的人选啊。我投了50个亿呀！那又怎样？不然你拿着这50亿自己弄？你没什么事情的话，你就先出去吧。我还要熟悉这段时间宋氏的经营情况。不得不说，在你的带领下，宋氏那简直是不堪入目。我跟你说了，这段时间要避嫌，要避嫌。过段时间会把你叫来公司的。秦小满要用我为什么要拒绝？再说了，我们可以像当年对付宋芝芝那样对付秦小满。秦小满跟宋芝芝能一样吗？秦小满现在背后靠的是整个江氏集团。周洛薇，你脑子什么时候这么蠢了啊？傅延慈，我也只是想和你离得近一点，我有错吗？你为什么不让我来上班啊？秦小满都不计较了，你让我觉得你好像已经不爱我了。傅延慈，你是不是已经不爱我了？明知道周洛薇和我不清不楚，秦小满还敢用他？难不成周洛薇已经被秦小满收买了？这个世界上除了周洛薇，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真实身份，所以是周洛薇用这个秘密换来回审视的机会。言辞，你不说话，是不是真的不爱我了？傻瓜，我怎么可能会不爱你呢？我是怕那个秦小满他欺负你。我爱不爱你，你心里还不清楚吗？人家就是想每天都能见到你，我有错吗？好了，都是我不对吗？我也希望每天上班见到你啊。这样吧，今晚我去你那儿住。周洛薇，这都是你自找的，别怪我对你心狠手辣。这几天麻烦帮我找人盯紧傅延慈还有周洛薇。是发生大事情了吗？傅延慈要对周洛薇动手了。我要傅延慈人赃俱获。好。傅延慈，我们之间的恩怨终于要结束了。地址微信上发给你了，你赶紧过来。好。别急，我陪你一起去。傅延慈，你要干什么？你绑架我干什么？你说呢？你到底要干什么？你不感觉这个地方很眼熟吗？当年宋芝芝就是死在这里的。你疯了吗，傅延慈？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爱我？你爱我，你会出卖我？你爱我？你爱我，你会把我的消息告诉秦小满吗？我没有，莲子，我怎么可能会出卖你呢？你认为我会信你？莲子，我在你的心目中，难道就一点信任都没有吗？你就一点都不爱我吗？我爱你，我连宋芝芝都不爱，我会爱你？周洛薇，你也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我这么多年，都不过是在利用你罢了。不可能，我不相信。你爱信不信？本来我以为你跟了宋芝芝这么多年，能学点本事，工作上会帮到我。但是不行了，你知道我的秘密太多了，你不死，我不安心。傅言慈，我这么爱你，你居然这么对我，你会遭天打雷劈的！去阴曹地府跟宋芝芝说吧。住手！放下枪！再不放下枪，我开枪了！秦小满，是你一直算计我。秦小满，我到底对你做了什么？你这么对我，为什么？秦小满，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啊？我究竟做错什么？我对你干什么了？你这么对我，为什么？为什么？傅言慈，难道你还看不出来我是谁吗？不是，你不知道，宋芝芝已经被我亲手杀死了，你不可能还活着的。所以你承认你杀死了宋芝芝？我没杀人，我没杀人。你承不承认也不重要，反正绑匪已经供出了你和周洛薇，不出意外，你们两个都会被判处死刑。傅言慈，这是你应得的报应。小满，你真的是芝芝吗？你说呢？对不起。你有什么资格跟我道歉？我真的没有想过杀你，我后悔过。我杀了你之后，我也后悔过。我真的爱过你，只是没办法。我们之间隔着血海深仇，我并不会。你觉得我会信吗？我真的，芝芝，我对不起你。要是还能重来一次，我一定不会这么对你。对不起，傅言慈，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哪怕你死。芝芝，对不起。想哭就哭吧。爸妈，我是芝芝，我来看你们了。爸妈，我已经为你们报仇了，你们可以安息了。
爸妈，我是江启安，芝芝的丈夫。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对芝芝好，绝对不会让她受到一点委屈。江启安，其实我刚死那会儿，灵魂出窍过。啊，宋芝芝，你怎么就死了？不是说要打败我吗？小骗子！所以我知道你原来暗恋我。难怪你第一天来江家的时候就对我有恃无恐。你应该感到高兴，要不然像你这种闷葫芦，我要是不知道你喜欢我，我们俩早晚都得掰。我不允许你说这种话。可以安心离开了。